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糖果小挎包猫猫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分为主体、爪爪、五官、呆毛、斑纹、糖果边、泡芙花、小鱼和包带这几个部分。先学习主体制片，分为3个部分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往返绕圈钩织第一部分，然后分2部分往返钩织第2部分和第3部分。钩织过程中加入网格板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W 短针一针放3针、K 空针、CH 锁针和 SL 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为了方便观看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先锁针起18针。起针完成后，下面来钩织第一圈，倒2表示从起针的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。先钩一个短针加针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接着在剩余的这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接着旋转织片，沿着织片另一侧钩织。注意，这里是刚刚钩短针一针放3针的位置，从相邻一针开始钩。钩织时，将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收进去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剪断。接着钩第2圈，
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是翻转织片，这一圈在反面钩织，先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接着继续挑针目，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完成后钩3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对应钩短针，最后钩2个短针加针，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，再钩一组，钩好后再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然后钩织3组小括号里的针法。完成后继续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针法钩完。钩好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单数圈正面纹理清晰，双数圈反面纹理模糊，可以正反交替数圈数，1、2、3。现在已经钩了3圈，这个就是往返绕圈钩织数圈数的方法。表格往下的第4圈到第6圈，继续对照图纸往返绕圈钩织，每一圈开始都要立一个起立针，不要忘记翻转织片。结尾钩织引拔针连接并拉紧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这3圈完成。第6圈完成后裁剪网格板，具体裁剪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将织物放在网格板上，边缘对齐，剪一段
废线穿入缝针，将织物大致固定一下。固定时注意织物要按压平整，然后沿着织物边缘裁剪网格板。注意不要剪到线。圆弧位置稍微超出织片一点。边缘尽量修剪圆滑，然后取下固定线。这样网格板就裁剪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网格板裁剪好后，继续对照表格钩织第一部分剩余的圈数，不加不减表示一针对一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钩织即可。注意，为了方便缝合，大家可以在钩完第12圈，将网格板缝在主体底部。注意，织片正面朝外，也就是第一圈纹理清晰的这一面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注意演示是用小样，纹理不做参考，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只学习缝合方法。请看演示。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网格板的缝合。剪一段钩织主体的线，大约50厘米，穿入缝针，将网格板纹理凸起的正面朝上，放入主体里面，与前6圈对齐贴合。先将网格板中间与起针位置固定起来，在网格板一端打结。然后缝合。注意随时调整位置。织片上线段尽量短一些。拉紧，表面尽量看不出缝合痕迹。
中间部分缝完后，沿着网格板边缘与第6圈的针目位置缝合起来。从小横线下方出针。网格板上尽量从完整的格子中穿过。一圈缝完后，如果觉得哪里有不服帖的位置，可以再固定一下。完成后，打结。线头顺着织物纹理收一下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开始的线头同样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网格板就缝合好了。缝完网格板后，继续对到图纸，钩织第一部分剩余的圈数。我这里继续用小样演示一下倒数第2圈的钩织。先对到图纸钩织。开始对应的短针，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这是第1针，再钩1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这个就是短针减针的钩法。继续对到表格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也引拔拉紧，这样倒数第2圈就完成了。最后一圈一一对应钩短针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处理线头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团或者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
这样第一部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第二部分，开始先进行督线，找到第一部分最后一圈第二针针目，将线钩出。看一下接线位置左侧间隔2针是否是侧边的中间。如果偏差较大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找到侧边中心位置，这里中间点是2个针目之间，往两侧分别间隔1针做标记。另一侧同样进行标记。标记位置及之间共4针。数一下标记之间的针数，应是相同的。如果不同，逐一进行调整。标记位置就是第2部分和第3部分的钩织位置。确定好位置后，将线从标记位置右侧钩出。小样这里还是原来的位置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线位置钩1针短针，然后继续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钩到另一侧对应位置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剩余部分暂不钩织。继续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，开始注意空1针。最后1针完成后，第2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的第3到9行继续像这样来回往返钩织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第10行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开始空1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
这里非连接部位的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并且上做一针，然后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钩一个引拔针，剩余针目不钩针，第10行完成。继续钩第11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控过相邻引拔针和短针，在相邻一针开始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钩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再钩一个引拔针，剩余针目不钩针，第11行完成。后面大家继续对照表格，把第12行也钩好。完成后进行断线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约5厘米线头剪断，拉紧。下面还需要在第2部分侧边钩边找到第1行最后一针旁边一针位置，也就是做标记的这一针，在这里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可以看到行与行之间有这样的洞眼，侧边位置挑这样的洞眼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线头一起收一下，钩织时为了边缘弧度比较美观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入针位置，保证钩好后平整圆滑即可。引拔针位置挑上方的辫子钩织即可。这样的凹陷处，钩织时可以稍微拉长线圈，将凹陷处填补完整，不要出现明显的缝隙。针目位置继续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
钩好后，在下方接线位置左侧针目钩一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拉大线圈，预留约5厘米线头断线，将线头钩到反面，顺着纹理藏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。这样钩边就完成了，第2部分的钩织也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部分，第1行同第2部分第1行一样，在反面接线，将另一侧没有钩织的反面对着自己，在标记位置左侧一针接线，然后对到图纸，钩织到左侧标记位置前，线头注意放在里面包裹进去。完成后注意核对一下针数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后面的行数同第2部分对应位置相同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完成并断线。最后按照之前钩边的方法钩边，收好线头，完成后开口两侧分别留出2个针目，这样主体就完成了。主体完成后，下面在第2、3部分开口位置缝合拉链，具体缝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使用缝纫线进行缝合，缝合时注意隐藏线迹，具体请看演示。接着缝合拉链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在开口位置缝上拉链。先剪一段长一点的缝纫线，穿入缝针，对折，线尾打结。放在一边备用。缝之前，我们来认识一下拉链的构造。在闭合状态下，有拉链头的这一端是上指位置，另一端是下指位置，两侧为布带，布带上有链带。将开口对着自己，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，选择将拉链头放在哪一端。将拉链的下指位置放在开口的一侧，注意拉链头朝上，位置不要反了。可以先比对一下拉链的长度，拉链的两端预留的长度可以大概相同。将下指位置
与开口固定一下。固定时注意，表面尽量不要露出线迹。多缝几次固定。多出的下褶位置也可以缝几针固定。下指固定好后，将拉链拉开，将开口边缘与拉链链带大致对齐。接着开始缝合拉链一丝的布带。挑主体钩边针目位置缝合，将线稍微拉紧，让表面不要露出缝合痕迹。尽量缝得密一些，使其更加牢固。注意边缝边调整拉链与织片，保证拉链的链齿与织物边缘对应，同时开口保持平整，织物不要外扩或内收。大家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缝合。结尾多缝一次固定。
缝到另一侧位置，拉好拉链。将2个上指与织物缝几针固定。注意，拉链中心要与空出的位置对齐，拉链头在外侧，不要缝合进去。固定好后，多余的拉链可以与织物再稍微固定一下，或者将多余的部分预留一点距离剪掉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即可。如果线头还比较长，可以返回再缝一遍，使其更加牢固。完成后，将线头打结收好。这样一侧拉链就固定好了。另一侧的缝合方法一样，注意边缝边将拉链拉上，调整位置，防止拉链两部分缝歪。同时注意织物不要外扩或内收，保持齐整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小样拉链缝合完成后的样子。这样拉链就讲解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爪爪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织起针，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环形起针。接着来钩织第1圈，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。钩好后收好线圈。接着与第1个短针引拔拉紧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0圈。前10圈钩好后，在织物里塞入线头填充。然后把最后2圈钩完，后面边钩边塞入线头填充。
勾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用另一个颜色的线再勾一个。2个爪抓都勾好后，在爪抓第3到10圈勒出2道线，2个线圈出入针位置间隔大约3针，中间间隔大约6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在爪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第3圈出针，注意将引拔针的位置朝后。第10圈入针，间隔3针出针，将线稍微拉紧，然后第3圈间隔3针入针，将线稍微拉紧，调整一下，线段之间间隔6针。最后将线头在爪抓里固定好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个爪抓的线段也修好即可。最后将爪抓缝到主体第7到9圈两边，2个爪抓之间间隔大约16针。缝合时将线段都朝里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倒数2圈与主体缝合。注意缝合时线段稍微偏里一点。缝好后打结藏线。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将另一个爪抓也缝好即可。这样爪抓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五官，由腮红、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巴和耳朵组成。先来钩织腮红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勾好即可。
勾好后，在反面从第一圈螺旋钩织引拔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将织片的反面对着自己，在第一圈任意一针接线，然后螺旋钩引拔针。钩好后，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线头穿到正面藏好。接线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一个腮红就钩好了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。注意，另一个腮红的引拔针对称钩织。腮红钩好后，将它缝到角上方，间隔1到2圈，两个腮红之间间隔大约13针。注意，缝合的时候，两个腮红引拔针位置对称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由引拔针的一面朝外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与主体缝合。注意缝的时候不用拉得太紧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腮红就缝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腮红也缝好，注意另一个对称缝合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眼睛，也是有相同的两个，由织片和眼白组成。大家对照表格，将织片先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腮红两边第15到第18圈，缝合的方法和腮红相同。缝合时与腮红重叠一点，缝好后根据纸样用不织布裁剪眼白，最后将它粘到眼睛反面。下面大家自行完成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眉毛，有相同的两个，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3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针先依次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在最后一个短针统一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引拔的同一位置穿到反面，
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。两个眉毛都勾好后，将它粘贴到眼睛上方一圈里侧一点，两个眉毛对称粘贴。粘的时候将线头在反面也粘好，如果线头有多余，将线头剪断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眉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鼻子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起针的洞里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锁针，最后再钩一个引拔针，收好线圈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也穿到反面，这样鼻子就钩好了。接着将鼻子正面朝外粘贴到两眼之间，结束位置朝下。粘的时候也将线头都放在反面粘好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嘴巴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3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向哪一针钩织中括号里的针法，先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一针的口牙拉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调短针针目前方一根线，和下方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再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，接着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另一侧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最后引拔结束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这样嘴巴就钩好了。接着将嘴巴粘到鼻子下方，粘的时候狗牙拉针的位置朝上，粘好后绣至轮廓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将嘴巴粘好，
接着来修正轮廓，剪约25厘米眼睛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。穿入缝针，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先沿着嘴巴轮廓粘好，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线段固定好。接着向两边分别绣一条小线段，最后将线头也在主体里藏好即可。这样嘴巴就讲完了。最后制作耳朵，有相同的2只，都是由外耳和内耳组成。先来钩织外耳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7圈都钩好，下面来钩织第8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先钩7个短针，然后钩13个锁针，接着 K 表示空针，这里空11针。钩3个短针，1个短针加针，3个短针，再钩13个锁针，空11针，引拔结束。
这样第8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9圈，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。钩好后，也引拔结束。这样第9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第10圈，先钩7个短针，接着在第7圈空的11针钩11个短针，钩织时将第8圈和第9圈的锁针包裹进去。钩好后钩4个短针，2个短针加针，4个短针，接着继续在第7圈空的11针钩11个短针，包裹第8、9圈的锁针钩织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拉紧，这样第10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将最后几圈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一个弯袄就讲完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弯袄，这样弯袄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内袄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7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然后再钩2个长针，最后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引拔针。这个引拔针不用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穿到反面，这样一个内袄就钩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，这样内袄就讲完了。接着将外袄缝到主体上方有五关的这一面，在钩边这一行缝合，
两个耳朵之间大致间隔5针。下面期刊演示，将外耳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对应位置用卷针缝的方法缝合，边缘大致与开口对齐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主体里面打结藏好，这样一个外耳就缝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将另一个外耳也缝好，注意另一个外耳对称缝合。接着将内耳粘到外耳根部，边缘对齐。这样耳朵就完成了。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